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很多人他们觉得你们做 InSpace 最大一个缺点就是你们没有 recurring income， 你们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源。其实说没有说他们担心的说的那一个没有 recurring 没有 repeated 的，我们 prospector 在这3年里面的有其中1-2个客户都是 repeating 的，然后他 repeat 的那个 amount 也是不小的。所以除了 repeating customer 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是能一直确保你们的收入是一直进来的一个情况了，都是很 client based 的，很 client centric 的，对对对，我们都是新的 client 新的 project。在我们的 research 里面，好像刚才我说的，我还有一个很大的 market 吧，只是看我们的这个 amount 的 revenue 其实很小的，在很小的一部分罢了，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很大的一个 upside 空间了，是不是？还有很多的 client， 就是说还有很多的鱼可以给你们抓。对对对。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你好，我是伟健，这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财经拷问。那今天呢要被拷问的呢是室内设计及装潢服务商 InSpace Creation Berhad。那从承接小型装修项目起步，到专注大型商业办公空间，再到近期成功挂牌上市 ，InSpace Creation 呢刚刚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啊。不过上市敲钟只不过是新赛局的起点而已啊。面对业务版图扩张、战争带来的通膨，行业的激烈竞争，管理层到底准备好了吗？事不宜迟，我马上请出公司的执行董事 Edward 张涵彬来为我们一一解答。Edward， 欢迎你，也恭喜你们成功上市。好，谢谢。好 ，Edward， 首先呢，我们先 start gentle first。我想要多了解一下你们的这个创业故事，就是你和另一名伙伴 Mr. Wong、黄崇雄是在2017年成立你们的这个公司嘛，对不对？那当时你们接到的第一个项目呢，这个合约价值大约是1万令吉，对不对？你可以跟我告诉我，当时你们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创业的时候，整个情况是怎么样吗？有面对什么挑战吗？挑战呢，就是我们要做很多的这个approach 啊，对我们的 client， 对我们的客户啦，是因为然后很多时候是我们要亲自去见客户，亲自去设计，或是亲自了解客户他比较需求的东西啦。大致上说是亲力亲为啦，这是自己亲力亲为，开始都是这样子，对不对？对，是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公司不大嘛，然后这些 corporate client 就是那种 MNC 的啊，这种做 office，他们通常都是看你的 profile、你的 background、你的经验，对，就是看你做过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portfolio 没有 portfolio 就很少啦，就很少，就去看的时候就去我们去 present 的时候就看到他会没有这样大的信心啦。所以我们就通过我们身为老板自己就去亲自去了解，就是再给他们更大的信心咯。就是他们有问题，或者是他们有什么疑问的，就要很快的立刻就要去回答了。可以说刚开始你们创业初期，你们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们需要时间来 build up 你们的这一个对presence 存在感， 对不对？在这一个领域就变成我们的客户的那个size 啊，就是 client 的或者我们装修的那个 size 的那个地面的 size 就没有这么大咯。就我们要做很多的客户去来compile 在一起，就才有一个那个 amount 了。都是慢慢一步一脚印的咯。现在你们越做越大了嘛，对不对？一开始你们多少个员工？一开始是如果包括我们老板，就是我们2位的话，大概是5至6个而已。那个时候5到6个，对。现在呢？60个了。OK， 好。那其实接下来呢，我想要了解一个问题的就是。室内装修这个领域，因为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呢，看到一个统一的一个 response， 就是 interior design 这一个行业它竞争很激烈。是真的是这样吗？你可以跟我说一下整个这个领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吗？这个 ecosystem。如果照这个 market 上呢，我们有我们的这个 insider 的 data research 啦，就是从2025大概是总共有2.8个 billion 的这个 worth of project 都在走着，所以他们预计在2027的时候会到3.5个 B。OK， 所以为什么这样说呢？是
在这个 market 上呢，就是讲我们这个行业 especially on commercial 还有在这个 office 的 fit out design fit out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去很大的空间我们去发展了，but of course 这样在现在竞争的就是可能是在那个价钱，现在我们的竞争对手了，我们都是在怎么说比我们的不只是比价钱呐，这样因为我们client一定是看到他要用最少的钱做到最大 value 的东西嘛。对，每个人都是要这样子。对，我们的公司呢，价钱上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了，可以说是 very competitive 啦。很有竞争力的。把我们的服务不只是 competitive 价钱，那我们还有一条龙服务，像我们教的，就是我们还有 design 到 project management 到完工为止啦，一条龙这样服务的。From 这个一条龙服务里面，我们就是 provide the best value to 我们的客户咯，不只是便宜不了，只是你拿到这个，你可以拿到更好的产品，或者是还有service 这样子的东西咯。在 Prospectus 你们讲你们有大约目前Malaysia有大约920个 G7 level 的这个承包商，对不对？你们是其中一个嘛？对。刚刚你说你们给的那个价格是比较算是 competitive 的 ，yes， 是不是？所以会不会出现peers to peers 就是压价的一个情况？为了要得到那个项目，得到竞标到那个项目，我们就越压越低那个价格。就是 depends on 客户他是怎么样 evaluate。他的这个competitor 就是他 evaluate 他的全部的vendors 啦，所以他们大多数 MNC company 的或者是比较大的公司在 local， 他们都不只是价钱是他们其中一部分的 valuation 了，这样他们也是有看你的 company background， 你做过什么的公司，什么的大公司，最主要是如果他们会看到他们的 competitor 在我们的 profile 里面，他们会更有信心，更喜欢啦。就是说，你做我的 competitor 的东西，你帮我做到比他好，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也要这样子的效果，这样子啦。对，要比他好的。所以我们现在 I think since 2022的时候我们的 profile 那些是全部都 collectively 都有很多 MNC company 的，很大公司的，那些汽车行业的，汽车制造商行业的，德国的啦。俄系的啦、日系的啦、韩系的全部都有，还有那些financial sector 的咯，那些在 insurance 的啦，都有好几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existing 的 client 他们会 repeat 找来我们，就是讲你做过我的这个了，我也 comfortable，I mean 你的 team 也是 OK，I mean 再来咯，再合作咯，再来。所以我们有好几个 client 都一直在 expand， 都是跟着我们的 returning back 咯。对，所以你们没有出现就是为了要得到那个项目，你们就一直去 compress 你们的那个价格的一个情况，没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比较少，所以也是会出现啦，也是会出现比较少。这样子 safe to say that 未来那个 margin 会不会因为这个 fierce competition， 然后过后会进一步的受到 compress 呢？我们有 experience 过啦，就是客户他只在乎价钱不了的，所以到example 那个时候那一个 specific 的那个项目我们就pull off 啦，就是讲他一直在压，我们就 pull off。可是我们带回去看的时候是吗？他就忘了给另外一个人做，他们是有一点问题啦，所以讲你是一分钱一分货这样的东西咯。但是如果客户他是真的是比较很在乎在价钱了，这样就没办法了，这样我们就 let go 了。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们会就跟别人好像一直比价格低的一个情况呢？不会讲什么情况啦，我们是有一个 limit 的啦。如果超过了 limit，我们就 let go 了，就不去了。所有项目都是有一个 threshold 在那一边，一个门槛在那一边了。对，因为不要再 damage 到伤害到我们的这个 margin 了。因为其实我在网上我有做一些调查，我有看到其实现在我知道你们是做比较 commercial 的，就是办公空间大型的一些客户嘛。不过我想要了解一下，因为很多那种现在做住家的，然后过小型办公空间的，他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就觉得哇 Malaysia 的那个 interior design 的那个费用很贵，然后过后呢，他们就讲，如果是你要包一条龙服务的话，更贵，然后过后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就会到外面去找外国的那个ID 设计师去做一个图，
他们自己在跟这里的这个装修师傅去接洽，甚至会网购买家具回来。你们这个圈子会不会有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可以说是很少很少，少到可能是我们这么多的项目啦，可能是少于过5%，很少了，是因为办公室里面不只是你看的那么简单的，就是桌子椅子那种这么简单，所以它还有很多那种这些冷气啊，是 M&E 啦 ，mechanical、electrical 啊，这些东西是你不能就是来亲自自己去看工监督工这样子去看去做，你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能自己来的，对对，然后我也相信。有这么大的这个办公楼的这些客户，他们都没有什么时间要去一直在去看这样子啦。对对对，然后很多时候他都需要我们的这些专业的人士，那些是engineer 或者是 architect，于是不是随便人可以做的，是这些专业人士的来这边来帮你设计。好像刚才我讲的啦，设计那些 M&E 啦、electric 和 IT 的东西啦，最复杂的在这边。所以外来的一个 external 的一个竞争，你们不会很担心了，是不是？对。好，因为我知道，毕竟找回就是有好像 G7 级别的这一些，因为很多那种 safety regulations 是那种大型的办公室一定要遵守的嘛，所以还是要找专家来处理比较好，对吗？才会不会拆散这样东一个西一个这样没有了。对对对，如果你找外国的话，就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问题了，就安全的隐患啦，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要谈一下你们的股价，你们上市第一天呢，你们的收盘价是25.5仙，是不是？你们的 IPO 价格是25仙，对不对？对。然后过后来到今天，股价表现更差了，就是24.5仙。在你们的预料之中吗？这个股价的表现？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 public， 就是讲在 public 的那个 share 我们就比较难 control 一下了。剩余的我们的 investor 全部我们都对我们都蛮有信心的，都会 hold 住的了。所以就在这个 within 这几%的 I think 是对我本身来讲还 OK 啊。所以不会感到担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没有，不会。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关于这个就是 CIDB， 就是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这个 G7 级别的合照，因为在你们 prospectus 常常提到这个 G7 的这个 license，我想要了解一下，这个 license 它是多久renew 一次，然后过它的那个审核程序会很难还是怎么样呢？他最重要是要看你的，他会 check 你的 company 的 background 啦，然后是 whether 是他是不是 valid 的 company 啦，是不是真的在运作的，那个第一啦，第二是他会要有一个 paid up capital 咯，就是75万的750千 ，OK 的 paid up capital， 然后他应该是没记错3还是5年就 renew 一次的，renew 的时候他会再 check 你的。是不是还在运作的啦？这个 company 这样子咯，对，不只是 G7 啦，我们也是有一次repeat 到我们不只是 G7， 我们还有ISO， 我们是 ISO certified company， 然后 of course 我们还有很多这些government 的认证是讲 MOF Ministry of Finance，然后还有一些就很多 CIDB 的时候嘛，很多人会有也是像你说的900多间都有 G7 的，对，把 G7 它。就是 CIDB 里面它有很多个 category 的，也是要看看 category 是对不对的。因为你看我们的 CIDB 的那个 cert 呢，它有它有几个 code 在里面的咯，所以你有的 code 就是你可以做的东西，所以每一个 code 你加下去的，它都会 check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是可以做这样的东西。所以你 educate me， 我不是很懂。所以例如你们是做 commerce 然后办公室的，你们不能好像贸然去帮人家做好像住宅项目这样子的，不是，它的 category 就是说很多，它有几百种的那个 category 在里面，其中有几个我们有在里面，就是我们是certified 有人是可以做 electrical 的咯。就是它有一条是 electrical， 或者它有一条是做你可以有人是 certified 的人是做 construction 的，就是做 structure 的东西的，也是在里面。或者是 M&E 里面它也是有分，在 M&E mechanical electrical 它再分下来也是有很多那些
ventilation 的啦 electrical 的啦，很多东西的。好，再说下去应该1个小时都不够，对不对？那个 list it goes on and on。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要了解一下你们的那个utilization of IPO proceeds，上市资金用途大约35%呢，你们拿来购买一个工业厂房，然后过后展示间2合1啦。然后过后你们的业务呢，一直以来都是比较轻资产的，就是你们接到那个项目，你们才做订单、订购材料之类的这种服务，对不对？可是现在你们要开始囤货了，会不会增加你们的这个 inventory 的这个expenses 呢？你可以帮我分析当中的 pros and cons 吗？我们来存货的最大的原因，第一就是价格啦，我们可以拿到更好的价格，更好的 rate， 因为我们在 bulk purchase 嘛，卖很多。第二就是我们要缩短那个 lead time， 就是很像我们说我们摆 project 的嘛。是有的，这个 project 我们就去买材料了，所以有时候买材料的时候，它那些我们的货源是从外国来的，可能中国还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地方的来的，它时间就很长，那个时间我们是很难去控制的。Of course， 在厂家他制造的那个时间是可以很容易的知道了，把那个船期你懂啦，吹大风啊那什么，而且现在你也更多不确定的因素了，是不是？对，所以现在这个就。如果船长说，我不能到就不能到我了，我们就大家就坐着等的，就等到看他几时来就几时来咯，就是 control 不到。所以我们有这个 warehouse 呢，我们就存货，也不是说我们存大量的或是很多种的这种材料，就我们时常用的那几种就每一次都会有这个船期的问题的，全部我们就囤一些这样子，存一些，然后。展示厅呢，我们就是要拿来给我们的客户来看 set up 真正的一个 office 在里面给他看，就很像说，比如说我们可以真正的 set up 一个这个会议室在里面，或者是设置一个老板房间在里面，就很像你 showroom 的感觉，对，你的房间它有隔音的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而已，用数字来表达那个这个隔音是多少，可是客户不知道什么 decibels 那些东西，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设置一个完全一个的，就给他们这边 test 咯。可是在这个 seller 里面，这个 showroom 呢，我们是会叫我们的这些供应商或者是 contractor supplier 去放他们的产品在那一边，就你帮我 set up， 到时候来了客户看了他们喜欢的，我就跟你买咯。现在都是，所以我们是。keep it at 比较低资本的这 set up 这个这个 showroom 了。OK， 好，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因为你们说你们要expand 你们的 business 嘛，就是因为目前你们的重心都是在 Klang Valley 这一带嘛，是不是？你们要 expand 就是出去巴生谷的范围，所以你们有讲过你们要进军就是酒店啊，或者是 sales gallery 这种大型 sales gallery， 这些都是你们在你们的目标当中啦。说到这个，很多投资者他们担心的很多问题，物流、人力分配，然后过你们在新领域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竞争问题又是同样的东西，种种的这种不利因素，你们怎么克服呢？目前现在我们也是有很多 tender 就竞标了，在Penang 啊、Johor 啊、马六甲的也是有。是什么类的？在酒店还是办公空间？在北上或南下的都是办公楼的。OK， 还是在办公，还是你们的老本行啦。对 ，but 像我们说的，我们会venture into 这个酒店的。酒店的我们也是有竞标的，现在在马六甲的把那个还没有可以透露先啦。把那个就是如果你看Mr. Wong。就是王忠祥的，他的 experience 也是 previously 也是有很多做过酒店的，所以就是靠他的这个 experience， 他的带队，他也是我们也是有这个团队跟着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所以会不会去到因为很多人会说，如果是在外州的话呢，外州有他们自己的。好像 Melaka，let's say Melaka、Penang，他们有那一边的 ID、Interior Design 这样子的服务，然后你们一个外来者进去，会不会比较难 penetrate into that market 呢？我觉得还好，是因为如果你说设计都比较是个人的吧，不是说这个设计就是可以很多人都喜欢。
可能是 certain 的很主观的啦，就是我看了我喜欢，你看了你不喜欢。对，设计这一行这个就比较 individual 啦。所以如果你看出下一个也是一样，到了这个经验还有这个价格咯。But I believe 在这个装修行业啊，价格是一定有一个一定的价位在这个 market 的，不能说太贵，也不能太低啊，我们也不可能卖太贵的，也是不会有人会要买单的，或者是太低，就如果那种大的 client 大型 client 他们就会担心的，所以一定是有在一个 level，所以也是要 based on我们跟顾客的这一个relationship 咯。第二的还有就是我们的 company background 的 experience 啊，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如果你看我们的 group 是不是我们有很多 subsidiary 的嘛，就是 IDPM Engineering ACF， 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 in-house 自己做的，所以我们可以 control 那 cost 都很拿捏在这个 cost 那边的，还有我们的 profit margin 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那我想问一下，其实你觉得整个 from design 一直到完工啦，整个工业程序啦，最棘手的部分是哪一个呢？因为好像你们有 in-house 的这个就不棘手了嘛，是不是？外包最棘手的部分，你觉得是哪一个呢？就是你们很 like minimal control 的，我很怕会出问题的，是哪一盘呢？应该都是在那些 loose 的东西了，就是像家私，像一些这种移植啊那种，因为这种都是设计师他们去选的嘛，要怎么样的设计，然后什么颜色，这些都是我们是跟第三方买的，所以跟他买的时候，可能他的货源是从中国啦，或是外地来那种啊，他就会有一个比较长的lead time 咯，时间，这个是我觉得整个工程里面还 OK 的吧。如果你说 minimum 的，就是这些东西了，最 minimum control 的啊。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谈一谈就是一个 risk 的一个问题啦，在招股书中你们有说了的，就是如果完成项目的这个 actual cost 实际成本和你们投标时所预估的一个成本，出现偏差的话呢，你们是需要承担这个亏损的，或者是盈利下跌的一个可能性的，对不对？如果现在我们也知道那个中东那边一团乱，对不对？然后过后全部人都在说 inflation 通货膨胀，所以这个危机你觉得会对你们造成多大的一个冲击呢？要看回我们的这一个每一个项目的那个时间呢，就是我们从开工在工地上了开工到完工，都是大概3至6个月里面的。在3至6个月里面，如果你说那个价钱，像你讲有起价那种材料起价的话，在那个时段，我们或是在那一个项目里面呢，我们就是要承担咯，那个的 difference 啊，比较小的 difference 啊。所以如果 after 这个3个月或是6个月就是 within 再有新的竞标来，我们新的工进来，我们其实也是按新的价格要按新的价格再去的，就是把那 cost 放在end user 那边呢。OK，所以目前我们看到那个价格是一直在往上涨的，所有原材料是不是有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吗？就在 time frame 里面，不过它的那个价格一直在起，然后导致你们要 bear the cost。除非说很大的差别，很大的那个它起价很多啦。有发生过吗？没有。目前都是多大的那个 percentage？ 那个 cost 起多少 percent 呢？可以，如果我们在走这工的时候，可能你起一个5%，还是 maximum 一个10%呢？这些我们的 supplier 或是我们的 contractor 他们都会absorb 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你签的时候，我批这个工给你做的时候是那个价钱的，所以 by right 那个时候你就应该买一个材料了。就很像我们对我们的客人这样了，我现在给你签，可能多2个月起价了，没有可能你带回去跟客户讲，起价我还要再多点钱，没有，就我们也是一样跟我们的 subcon 这样子讲的，我也是有一个 contract 跟我们 subcon 的啦。所以你们是能转嫁这一个成本的啦。对了 ，even though 你们 in-house 也是可以转嫁了，对不对？in-house 对。好，third party 是肯定可以转嫁了，是不是？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很多人都很
担忧的，就是在2025 FY 2025，单 Client H 就是在 Bukit Bintang 的那个项目呢，就占了你们的那个 total revenue 的40%，OK， 大约40%啊，40.17了 to be exact。然后你们的合同周期呢，就是3到9个月。如果这个大客户在未来他不派你们新订单，你们现在 order book 3028万令吉，是不是？他能无缝衔接吗？还是I have to anticipate 在未来会有一个盈利回调的一个情况呢？Based on 我们的这个experience 还有那个我们的 portfolio 啦 ，start from I think 2022到今天，我觉得我们的 company 的有的 portfolio 就可以都蛮 strong 的，就是说那个 client H 啊，其实是one of 我们的 biggest client 在2024吧，算是你们创业到现在最大的一个 client， 最大的。But upcoming 现在我们的这个在竞标当中的这些 project 呢，其实我也发现到，慢慢的就很多这种在新一个项目里面的都会比较高的revenue 的。Okay. 就是 let's say 可能是2000万啊或3000万这样子的东西，还在竞标当中啦，还在竞标当中，就慢慢有很多的这种 inquiry， 把这个 size 这样都来了啦。可能很大的这个原因就是看在我们的 portfolio， 我们所做过的这些很大的品牌、很大的公司，或者 MNC company 海外公司的，所以竞标成功的可能性会高吗？我们的 record 是大概有48%成功率。对，这个算是低还是高呢？在interior design 里面，因为我不是很清楚，中等啦。可能你 bid 一个100 million、100个 million 的，你就拿到一个40的这样的。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很多人他们觉得你们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 InSpace 最大一个缺点就是你们没有 recurring income，你们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源。你们都是就是 depends on 好像现有的客户在未来会不会再找你们做 maintenance 啊，或者是新的 project， 所以在未来你们除了这个之外，我要指望我的现有的客户再来找我啊，很难。有没有别的方法来确保你们的这个收入源是持续稳定、源源不绝进来呢？其实说没有说他们担心的说的那一个没有 recurring 没有 repeated 的。如果你看 I think 我们 prospectus 有其中在这3年里面的啦，有其中1-2个客户都是 repeating 的，然后他 repeat 的那个 amount 也是不小的。就 example 很像有一个德系车制造商，他也是一直 repeat 的，到今天我们才刚刚应该是上2个星期才交货他的这个公司。然后我们的 record 里面也是有 repeating 的很多那种旅游像travel platform 的客户，从他 before MCO 的时候他一直扩展，到 MCO 的时候他又在 shrink down， 但是 after MCO 他又在扩展，都是我们全部做完的。都一直他有 repeating 的。所以除了 repeating customer 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是能一直确保你们的收入是一直进来的一个情况了，很难，对不对？在 interior design 这一个领域，是不是都是很 client based 的、很 client centric 的？对，我们都是新的 client 新的 project。但如果你看在我们的 research 里面，好像刚才我说的，我还有一个很大的 market 吧，就是其中的我们的只是看我们的这个 amount 的 revenue， 其实很小的，在很小的一部分罢了，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很大的一个 upside 空间了，是不是？还有很多的 client， 就是说还有很多的鱼可以给你们抓。对。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做装修业的这个建筑业的这个最怕就是收不到尾款这个问题。就在招股书中，你们有提到134万的这个呆账的一个法律纠纷啦。虽然数目是不大啦，是不是？数目不大啦。不过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在未来，因为你们会继续跟很多不同的 client 合作嘛，会接更多的项目、更大的项目。而管理层有什么就是手段，有什么方法？或是筛查条件来确保你们未来收到的这个账是真的是能收得回来的呢？讲到这个 that's why 我们到今天啦，that's why 我们才只是 focus 专注在这个 commercial 还有这个 office space 的因为对这种大公司，尤其是海外的或是 MNC company， 他们都很注重在合同的嘛，contract， 所以我们就不是说完全不担心收不到钱了，就是几率比较低啦，出现在这种大客户。对，这种大客户，所以他们的跟 contract 的，所以
其实他们都比我们还担心，就快点black and white 全部是不是？是。好，我们已经来到了访问的尾声了。我想问你，在你的可预见的一个未来当中，在未来3到5年内，对公司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呢？价钱呢？就是说我们材料价钱，那个不是威胁吧？你们可以转嫁给你们的end user end customer 对不对？有时候就很像你现在看你看像这样美国那种他们在乱你说乱一团的他们不只是可能说不只是价钱啊，可能他们的货源都不到了。我们做这一行最担心的就是那个货源，有时候也是有试过，有钱也是买不到的那个东西。因为它可能你的 shipping 或者是 logistics 它是 block 了，就是来不到了，可能来到又很长时间的。不过这个是一小部分的担心啦，因为如果我们拿不到的话，我也相信其他的我们 competitor 也是拿不到的。这个我们在这个 Malaysia 的 market 也是不会有这样东西的。OK， 好，明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后一个问题，给你的投资者一个信心喊话，为什么他们要投资你们的公司？我们在这个行业 interior design design and build for commercial， 还有这个mainly for office spaces 啦。其他的公司或者其他 competitor 我就不太熟悉他们的 service， 吧。我们呢，我们是一条龙服务的，是从设计在 project management 到这个 installation，OK，so甚至是有时候设计之前呢，还有一些 services 的，比如说就很像可能我有一个顾客来到海外顾客来到马来西亚，他不知道这边的马来西亚的 culture的习惯的习俗是怎样子的，我们就可以来帮忙他。其实你要这样做，或者你要这样 plan for 你的 office， 还有这个的服务啦。然后我们的公司除了 G7 which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有了啦 G7， 我们也是有ISO certified MOF， 然后很多我们的不只是在 local 本地的这些设计的奖项 recognition， 我们也是有外国的 let's say London Design Award 或是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 都是有获得的认证的。然后也是很多我们的 portfolio， 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网站或者是 prospectus， 我们有很多 repeated 的 MNC company，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background experience 也是还有 portfolio 是很 strong 的 to support 我们的 near future 的 expansion 了。好，非常感谢 Edward 你跟我们分享那么多，也希望你们在未来能越做越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又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了。感谢你们支持，我们再见。